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那昨天啊，我引用了习老师在知乎上的帖子，说岛派和冀派之间的争斗呢是刀光剑影，杀人不见血，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好像都成了这个反角和这个正面角色之间的比斗一样。实际上呢，没那么复杂啊，其实就是对这个东西的判定的标准和界限问题。那你说谁是最大的冀派呢？绝对不是国内的这些科研工作者，什么主流超导界的，不是他们。大家知道是谁吗？猜猜，再猜猜。我估计你猜不着。这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主题，最大的冀派是韩国政府。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文件，这是韩国政府啊，今年啊，2024年的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的研发计划，总计是58577亿韩元。但是韩币的这个比较虚啊，和人民币多少钱呢？和人民币估计也就是个大几千亿人民币吧，应该是3000多亿啊，没多少钱，没多少钱。但是呢，我们好奇的翻译了其中的内容啊，我是不懂韩文的，大家知道，但是呢，有 AI 嘛，是吧？我就问了一下，这个内容包括什么啊？这篇文章的内容啊，先跟大家讲一下，说呢。2024年啊，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的研发预算总计58577亿韩元，主要投资领域包括呢支持这个研究者开展创新和挑战性研究，响应技术霸权的竞争的战略技术取得，数字创新的核心源泉技术获取，研发成果的区域和深科技产业化扩散。再一个呢，就是研发制度改革计划啊，在科技领域将提高评价的专业性和透明度 ，ICT 领域将加强研发的规划和评价能力，还将出台持续项目的实施指南和全球研发指南，以支持研究人员的稳定研究。那2024年度的综合实施计划的3大领域，这个就是属于创新与挑战改造研发体制、科技与 ICT 提高经济活力、强化科技和 ICT 领先国家能力和9个重点投资方向的具体内容。再一个呢，就是持续项目和全球研发项目的指南，主要内容包括哪些？在这里边啊，对于凝积态物理，特别是超导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提及。你比如说技术研究里边呢，包括支持青年研究者和开展原创和挑战性研究，与世界一流机构开展大规模的国际合作。战略技术领域包括生物技术、半导体、显示技术、二次电池、量子技术、航天和聚变。那么数字核心源泉技术是人工智能、AI 芯片、5G 和6G 通信、量子通信、网络安全。再一个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社会问题、技术创新等，包括纳米材料、新材料、核聚变等前沿领域的核心源泉技术。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文件里边没有提到超导或者室温超导一个字儿。那有人说了，那你的纳米技术也好，量子技术也好，核聚变也好，新材料也好，不都和这个有关系吗？拜托呀，你这个文件是实施的呀，这里边是要发钱的。你发钱的领域你都没提，你怎么能指望这些研究者能拿到钱呢？是吧？那当然了，现在不是说李诗培嘛，要出席和延世大学的一个发布会，很快就在9号李诗培呢将首次出席这个会议呢分2部分，其中一部分就是李诗培的大记者问所以默默呢在群里面也发了个消息了，这个李诗培呢是终于出来了，终于露面了。我之前说过，李诗培的这个人格模型我是非常好奇的。那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青年大家知道，在这个超导、室温超导研究出来之后在中国和韩国相关的领域都聚集了一大批的爱国青年，特别是在韩国的 DC Inside 论坛，那全是韩国的红的乌泱泱的都是今天如果 APL 不发这个室温超导文章，我今天晚上就没法睡觉那后天一定要发那是相当的一片李诗培的出现出席给这些韩国的爱国青年们打了一针强心剂这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我们诗培老兄出来露面了现在这个事儿呢，就是说看起来我们说韩国政府是最大的冀派，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们，对吧？
李石培他是通过校企合作来发展自己的商业计划，但是韩国政府但在很多这些 LK99 也好，史文超导的狂热爱好者里边是没法理解韩国政府的举措的。哎，你们国家搞了这么大个项目，你都不累耶？拜托呀！这就和咱们国内的爱国朋友在想的，哎呀，某些强力机关介入了，某某介入了是一样的幻想。你放心，那些机关勒都没勒。我之前讲过好多次，韩国的这个创新计划是怎么建立的，是谁来指导的，也是院士级别的，是每一个行业的大佬他们在做的。这些人和韩国低温超导协会什么的都是一样的。而你韩国量子能源中心是一个私营企业，是吧？你不是国家计划的一部分，你只是说也用了部分的国家的这个研发基金而已。那到现在呢，他们就是所有的这个就是说这种文件的制定者还是怕吃瓜烙，怕出问题，怕再出一个黄玉溪的案件出来。所以呢，在这个去年被世界各个主要的科技媒体定义为2023年最大的科研惨剧之一，他们不把这个事儿列到韩国的国家级的科研研发计划里边，你觉得是不是情有可原啊？你如果是这个文件制定者，你会冒着风险把这东西写进去吗？是不是道理啊？所以呢，韩国政府是最大的记派，这个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但是呢，不记又能怎么样呢？是吧？不记又能怎么样呢？你韩国低温学会已经把这事给锤死了然后世界各个大的这个媒体也把最早的LK99给锤死了。实际上呢，这就是我们说浮到冰面上的一角和冰下边的巨大的底座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巨大的信息差。而在这个巨大的信息差里边也反映在传统媒体的报道里边再给大家看个东西那么有一个也是一个美国的媒体，它叫 BNNBreaking.com那这个 BNNBreaking.com 它是有点蹭 CNN， 大家觉得呢？是吧？你是不是一听这个 BNN 就这个媒体呢也不是太大，我看像个印度人发的这个反正他的是在最近应该是出的这么一期一个网站那这里边呢就提到了一些内容，包括中国科学家他说呢，声称发现了一个近室温超导体，引发了一阵猜测，就是习老师那个论文里边2次都说过了 near room temperature 是吧？近室温超导体，这个名字起的还确实挺好，它不具有太大的爆炸性，也足以吸引人的眼球。所以呢，你看姜还是老的辣，你看还是这个姚教授想的比较全面他说这个报道里边说这种材料呢，在温度低至零下23度的环境下呢，就呈现了超导性质，比现有的高温超导体所需的负170度 C 有显著提高。这个报道接着说呢，研究小组在周二与 Archive 上上传了一篇详细阐述他们发现的论文，就是可爱呆博士的论文那王博士的论文描述了掺杂了铜和硫的氧化铅结构的制备，据称这种结构在250开尔文和环境压力强下获得了超导性，如果证实，这将是第一种在环境压强下达到超导性的材料。下面呢又讲了这个 Internet就是说互联网的这个讨论和质疑他说随着这个消息的传播呢，各种互联网平台也引发了讨论，包括前 Twitter 和黑客新闻。当然参与这次讨论的许多人并非该领域的专家，由于过去类似的这个失灵，科学界呢对此保持态度。鉴于超导领域历史上的失败声明教训，这个怀疑是合理的。还有回顾了过去的一些声明Previous claim a lesson in caution 说呢，这个一个这样的例子是材料 LK99 又来锤 LK99 了，它在去年产生了大量的这种热点和兴奋，后来被否定了。LK99 最终被曝光是受铅污染的磁铁，而不是突破性的超导体。那么迪亚斯和他的同事另一个声明也面临撤稿，因此这个新声明正在被谨慎对待，因为它跟前面发现的这些不可信，就是发现它跟在前面那些不可信的声明的后边，那意思是说你也可能是造假的。那尽管存在怀疑呢，但是这个试验也有中国的另外2个实验室成功复制，
科学家呢正在等待其他机构进一步验证这个论文的说法。这种 LK99 的有前途的衍生物以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啊，将在2024年3月美国物理学会会议上进一步讨论。这是这个报告的内容，大家听了有什么感受啊？觉得他在胡说是吧？那看我节目的朋友啊，这些资深的、强烈的、狂热的 LK99 或者史文超的爱好者，知道他这里边说的很多错误。这就是我说的，不光政府啊对这个 LK99 的研究它割裂了，冰面上的和冰下的不一样，就是这些传统媒体对这个史文超导的研究，他们也流于表面，甚至都闹各种笑话。大家知道前不久呢，在中国的一些自媒体转发的时候，都把那些网友的这个艺名，不叫艺名，就是网名写进去了，其中前面加了一个导派，这把导派当成作者加进去了是吧？很搞笑。那这篇文章里面也是这样，大家看了吗？他首先对于这个所谓铜和硫的氧化物制备的过程中描述就不是很全面。那么他在后边说 LK99 的时候就更说错了，他说是受铅污染的磁铁啊，这个可并不是机器翻译错的啊，他这个原文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他对这个 LK99 的描述都是完全错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关于凯呆博士、刘建渣 team 以及老刀啊，其他的这个复制团队，包括中卫他们的团队的研究，他根本就没搞明白。那么就是说，国内以前有说法是可爱呆啊，那么复现了这个 ZNU 不叫 ZNU， 就是中南大学的这个实验。那实际上呢，这依然是两种合成路线啊。那大家就是说这些狂热爱好我们都知道 ，ZNU 就是中南大学的这个路线和可爱呆的路线，它是有区别的。可能啊，在晶格结构上也有区别，但是那么他们在表征这个超导现象的时候呢，用了姚教授的一些共同的方法其中呢，包括可爱呆博士的论文里边引用了用低场微波吸收来验证它的那个磁性性质，但是呢，绝不是他这个报道里说的，说这个实验已经有另外2个实验室成功复制，他的意思是说可爱呆博士的论文已经被2个实验室成功复制了，这显然是错的，所以呢。就这些媒体的报道我们听听就行了你如果是一个资深的爱好者，你会笑话他们的那实际上呢，包括老刀的论文也在这个仔细的打磨他自己说呢，可能在农历新年前呢会发冲一下顶刊，也肯定会发语音版。然后呢，他也保证他的合成路线能被广大的爱好者所复现这是另外一个叫 BNN Breaking 对这个呆院的这个论文的这么一个介绍这里边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就当个不能当个笑话，就听这么一嘴就行了。实际上主流媒体对这个事儿确实已经不太关注了。刚才我们说过，韩国政府已经是最大的鸡派了。其实在没有确定的刊物分量很重的论文发表之前，主流都不会对这个事儿会很关注的。刚才说过，这个韩国呢是投入了5.8577万亿韩元，大概和450亿美元支持青年研究者的科研计划。这里边没有提到史文超导，没有提到 LK99， 我觉得这个是情有可原的那当然了，李石培他要出来这个事儿呢，我们确实还要盯着看，因为这个可以说肉眼可见的9号就要到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都在也确实希望李石培能表达一下，在 LK99 风波之后，他现在是怎么样的态度，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认知。那大家知道，延世大学被称为 Sky 里边的一员是韩国顶尖的3所大学的一员。那延世大学呢，他会拿他的名誉来作假吗？那这也是在韩国导派论坛很多的韩国爱国青年支持他们信心的一颗柱子。就是说 LK99 不是假的，为什么呢？你看延世大学都在和李石培合作延世大学虽然不是政府，但是他对自己学术声誉的这个重视可能是超过了政府的，所以他们认为呢那对延世大学来说呢，他们肯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声誉，不能呢轻易就把自己的名誉给毁了。所以他们认为呢，李石培这次合作是绝对是有效果的不是像这个大家想象的那样，就是因为关系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要说关系的话呢，我觉得意思不大就是说不是意思不大，李石培的关系呢看不出来有那么强。前面不是有人说过嘛，说李石培这个就是延世大学负责这个量子产业融合领导小组的组长的那个教授叫李
辛培吧，好像跟李世培就差一个字儿。那位教授呢，他是韩国现任总统啊，这个尹总统他爸的弟子啊，就是这个尹锡悦，他爸是延世大学的教授。这个教授的弟子现在呢，就是负责和李世培合作这个小组的组长。有人就猜测这是不是有政府背景了？但起码单从刚才的韩国的这个政府科研报告里边是看不出任何背景的，是吧？咱不要拿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的这个关系论、我们成长的环境来套别人。虽然都是东亚这种文化也有关系环境的影响，但是确实还是差别很大的。不管怎么说呢，李世培出席，对于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说，又是一个兴奋点，是吧？他必须得表现出某些的这种笃定来。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如果他慌张了，如果他被别人抓住了明显的漏洞，那对 LK99 来说，那又是一个重重的一击。那好吧，今天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